这个文海老师，我想问，这个新能源不是这2年卷得越来越厉害了吗？在德国，中国卷，德国没卷。那德国的售价呢？德国的新能源不卷的，整个欧洲不卷。光伏啊，主要是中国设备制造厂家在拼，全是中国企业自己在卷。这对德国社会，对我们在这生活的人来说，不要说中国、德国，就是你换成印度的、美国的，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我高兴死了，因为成本越来越低。对不对？那在这边的售价是这样，我还是回到那句话：8400万人口，对，每年的耗电量300吉瓦时。那么它中间有一大部分来自于法国的核电，有更多的部分是目前还在运营的火电，对，这个占了它将近2/3，对，然后有将近100吉瓦时是由新能源组成，光伏、风电，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水泵系统啊、生物能啊这些系统。这些系统和将来的几个火电站会越来越多的被新能源电站代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光伏。那么整个这个产业和国家决策、能源政策，它建立的一个基础就是中国的组件。即便它不是有意要去买中国的组件，只是形成了这个样子。只有这么一个情况。在这个里面，是中国的企业，因为不能说是无序扩张，但因为各个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策略，使得原来的组件厂本来他做1个吉瓦很幸福，成都来了一句：“哎呀，你过来，我给你1个亿，你在这建个厂。”山东说：“你也过来，我也给你1个亿，你建个厂。”那就成了他自己本身一个吉瓦可以很好，现在有了3个吉瓦的产量，他前面没怎么花钱，不是说他没花心血，那这些东西只有出口。如果3、5家大型企业都面临这样的情况，那这个竞争是在中国境内已经发生。这里只不过是它倾销它的产能过剩的一个市场而已，对吧？所以欧盟的这个认知和判断，反倾销、反这个的政策，它在原则上来说是没有错的，只是它解决不了问题。那我还想问的那个问题，就刚才我不是说到德国卷嘛，因为我们其实也涉及这个行业。那我们观察到，比如说像现在也就德企啊，比如说它装太阳能。他用的方法是以前的太阳能的话，就是肯定还是比如说用户有个需求，他现在比如说换一个商业模式，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叫互联网模式啊？就是他说，哎，你原来那套想法都过时了，你现在只要告诉我你家的地方，对吧？我给你去免费装，然后我们底下会有一套合同，对吧？然后有可能这套东西整个系统你不用负担钱，然后呢，甚至我还给你钱，这套系统等于是他在把这个系统的像这个总包一样，然后卖到这样。我是想说，在这个赛道上面。你现在看，德国这边内部不是说我们从中国采购。你说的这个赛道的这种模式，在我德国工作30年，认为它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先不去说它道德不道德，我只是想问一下，就是他们这种模式会对你们构成影响？不会，他们活不久的。在我们的判断上，因为他首先利用了人家的无知，每个公民他是有权利自己找人建的，对不对？当然。但是。被这种销售管理公司或者这种新商业环境下的能源公司忽悠人家把自己的屋顶贡献出来了，把自己的电源接口供应出来了，等于是用别人的屋顶发了电，给人家一点点钱，既没有付屋顶租金，也没有付所有的其他成本，只是把这件事儿嫁接在了别人的屋顶上，对，然后发了电来赚钱。这个运营模式本身逻辑上和数理上、经济上是可以成立的，对。但是在我们看来电力公司看来它是不道德的。OK， 因为我们的项目和但凡在这个市场上做大的企业的逻辑，我付你租金，我承担责任，我开发，要么你自己有项目，我来替你做，基本上就是这2个非常明晰的主权关系。我付你租金，包括对于私人客户也对一样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传统的企业的就是电力公司的用的模式，最终给出客户的条件，反而实际上是比这种所谓新的这种模式要好多了。当然，那他们当然活不下去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他也不是活不下去，这种公司的目标不是在做能源。他的目标是利用这个信息差，利用市场上的百姓的无知，快速的形成一定的规模，要么让公司上市，要么把自己卖掉，这是他们的这个3、5年之内做到一定的规模以后，他一定是卖给什么美系系统这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赚快钱。而这些系统，它一旦被卖掉，它的整个后期维护，5年、6年之后的后期维护会越来越差，到时候老百姓连追溯的可能性都没有。那我们可以至少从你这个视角去看，其实他们是一种劣币嘛，
哎，对，对吧？那就还是存在刚才我那个问题嘛，就是我说真实的，就是你们真实的现在的感受这种劣币会有驱逐良币的趋势吗？有啊，有是吧？有那就是说，那但其实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它不会对整体经济造成影响，我不说也经济，不会电力造成影响。它只会对当地的老百姓造成影响。哦，不，但不会对你们这个产业造成对影响。我们这个不会产生。这个我很想知道。他们太小，他可能是1/10,000,000的体量。反正我的基本观点，他昨天发给我，今天要讲什么？我第一非常鼓励所有人跟德国人一起合作，在评估风险之后承担得起的情况下，最好是多元的、多能量的合作。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大家没有太意识到，在目前经济情况下，尤其是疫情加上俄乌战争之后，德国社会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的产品的依赖和将来可能产生的依赖会越来越大。而我们这些在这里的华人，除非本身已经有自己的职业啊、工作啊、打工啊这些之外，如果我们是自己在做业务的，那么我们可以为这些德国的合伙人或者各种商业机会创造出更多的商业可能性，并快速的让它，与其我们在这里等着国内的中小企业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出海，在这里去侵犯或者是无序占领这个市场，不如我们接住他们，和大家一起创造一个更好的机会。这个太适合跟德国人说了，这个就是又客观又能说服他们，其实也是在我们中国商人的立场上去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德国人他碍于面子和民族这个文化自尊的这个状态，他不愿意承认接下来10年、20年他们是弱的，在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上他们是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既要保护他的面子，又要给他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对不对？我首先鼓励所有的我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多跟德国人合作，并阐述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中国产品对欧洲的这个出口啊意义啊，不是意义，就是这个现象和这件事儿是挡不住的，而且欧洲也需要的。而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在一个自己擅长或者喜欢的领域，都是他们的最佳合作伙伴。反过来，他们也是我们在做这件事的共同的合作伙伴，对不对？那与其他去阿里啊、去什么京东啊、菜鸟啊这些上面找各种东西，还不如跟我们合作呢。最后想要达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不服，那你就是我的竞争对手。我们用5年的时间看我活得长还是你活得长，因为我们有所有的优势，对吧？他要学汉语，5年是学不会的。我们已经学了5年德语，再来5年没问题，太棒了，是吧？就是我说的，能够创造出一个大家平等沟通，不要在这个语境里面，在别人的游戏里面玩他们的游戏规则，而是简单直接的，就是一个陈述一个状态。接受我们就接着往下干，不接受那每个人找自己的位置接着干。用这样的理解和沟通作为一个原则性的语言，会减掉我们很多的麻烦。历史的大的趋势你没有办法去逆转。对啊，当然你最后可以用欧盟的法律来减缓这个趋势或者保护你，但是如果你不顺应它，你最终还是会被淘汰掉，会淘汰掉的。对，整个德国被西班牙的华人给干掉了，或者是匈牙利的华人公司一家一家的给灭掉了，对不对？这可能发生的。我是觉得。